冒险人星际旅行，宇宙的尽头与觉悟。喵哦，孩子们，还记得我们前一集聊到的吗？我们用意识场把飞行器包裹起来，像给它穿上了一件隐形的能量外衣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想要飞得更远，不只是飞到月球或火星，而是走向星辰大海，甚至离开这个宇宙呢？这就要谈谈更大规模的航行了。第一章，人类的起点。地球的人类啊，刚刚学会迈出第一步，火箭升空，太空站绕着地球打转，还有登上月球，想象登陆火星，这些都是婴儿学不般的常识。未来你们会想飞出太阳系，挑战木星、土星，再往更遥远的地方走，这是一段很漫长的旅程。第二章，银河系内的旅行。但喵，光靠现在的小飞船可不够，于是我介绍了一种宇航星，它大得像木星一样，可以包容整个地球，并提供其一切所需，带着山川湖海一起出发，像一颗活生生的巨型生物，踏上星际旅行。不过呢，等你们要跨越银河系，甚至更遥远的宇宙时，这样的宇航星还是显得太孤单、太脆弱，就像一叶小舟要渡过整片海洋，有可能找不到恒星补给，那可不行。第三章，星团的诞生。所以，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星团，把一颗颗恒星系当成材料，组装起来，变成一个庞大的巨观航行器。孩子们，你们或许不知道，但你们的科学家早就发现，在银河里有些恒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，没有任何爆炸，没有留下残骸。然而，它们应该不是凭空消失，而是被别的外星人当成积木，组装成了星团。第四章，微观世界的对照。喵哦，在微观的世界里，也有相同的模式。那里的阿修罗们就靠着病毒当作交通工具，去跨越一个个小宇宙。病毒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一颗颗原子组装起来，变成一种能穿透、能征服的工具。这跟宏观世界里用恒星组装星团何其相似，而黏菌更厉害。它不是单纯的病毒，而是能组织微星系、细胞，形成一个小宇宙，多细胞核的单细胞，并在宏观世界中生活。这种创造难度远比我们宏观世界的一切科技都还要高得多。所以我常说，微观世界的科技比宏观还要先进，因为那里的结构最复杂。但复杂的同时，欲望也更大，因为他们的欲望驱使源自于宏观世界的意识。由于受欲望驱使，他们的自由度反而减少了。这就是为何他们虽然科技强大，却改变不了宇宙命运，不可能主动觉悟真相而放下屠刀。第五章，宇宙的病。那么，为什么我要提醒你们呢？
因为无论是地球上的病毒，或是宇宙里的星团，说穿了都是征服者的工具。宇宙征服者啊，看似威风，其实在更高的尺度眼里，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病毒。当这些行为过度时，就会破坏宇宙的正常运行，让整个宇宙开始病变，就像湖泊被过度污染，最后又氧化，变成死湖一样。而有为就是宇宙的污染源。如今银河系里被观测到的那些星团，或许正是宇宙生态病变的征兆。结尾，真正的觉悟。孩子们，你们要记得，真正的智慧不是去征服什么，而是维持平衡，守护健康，特别是心灵的健康。你眼中的宇宙征服者，在真相觉悟者眼中，也就是病毒。而宇宙之所以会逐渐地域化，正是因为欲望太多，有为太甚。所以啊，与其梦想成为一个征服者，不如成为一个守护者，这才是真正的觉悟。喵，这样的一集，既是星际旅行系列的终点，也是另一个起点。因为当你懂得守护宇宙，你就已经跨越了无数宇宙。